我是宠妾灭妻文里的妾。与主君双双重申后，他照旧来说我为外室，只是这一次我拒绝了。为何？媚娘，除了正妻之位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确实如此，他上辈子也是这么做的。从外室到妾室，我没有受过主母的刁难，吃穿用度皆是府中最好的，就连生的孩子也在自己膝下长大。只是庇护我的另有其人。见我仍没点头，主君咬了咬牙，好，再给我些时日，我定休了云氏，扶你为正室。果真？那我便更不能答应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为何？李景玄眼底的惊愕几乎要溢出来，他向前一步，试图抓住我的手，被我侧身避开。他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是全然的不可置信。媚娘，我说过，我会休了云氏，扶你为正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这个吗？如今我应了你，你为何又不愿了？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急切的诘问，仿佛是我辜负了他莫大的恩赐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张曾让我痴迷了半生的脸，心底却一片冰凉。为何？他也好意思问为何？我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飘回了上辈子。上一世，我进府没多久便生下了我们第一个孩子，可没看几眼就被李景玄抱到了云氏身边。面对我的哭求，他只是不耐地摆了摆手。孩子养在主母膝下是府里的规矩，你进府前就该懂。如此大吵大闹，成何体统？我的哭声戛然而止。那几日，我如同行尸走肉，不吃不喝，只是流泪。直到第3天，云氏将孩子抱了回来。她穿着一身素雅的长服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看着我怀里失而复得的孩子，淡淡的说：我身子不好，实在没有精力照看哥。妹妹年轻，还是自己养着吧。她说完便转身离开，甚至没让我说出一句感谢的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云氏在李景玄面前说自己夜里听不得婴儿啼哭，若是硬要将孩子养在他院里，只怕会耽误了哥的身体，也会让他自己一病不起。庇佑我的从来都不是李景玄，是云氏，在我被刁难时，不轻不重地以府中要有规矩为由，敲打了闹事的人。在我生病时，是他院里的管事妈妈亲自送来了燕窝参汤，说夫人吩咐的，沈姨娘身子弱，得好生将养。就连我的孩子，最终也是他顶着不辞的风险，硬塞回我怀里的。云氏做的这些，李景玄或许知道，或许不知道，但他从未在意过。在他眼里，云氏不过是一个摆设，一个他碍于家族颜面不得不取回来的牌位，而我是他空虚生活里的一抹亮色，一见他兴致来了便会逗弄一番的玩意儿。一件玩意儿，又怎敢奢求主人的真心庇护？我的沉默，在李景玄看来，显然是另一层意思。媚娘，你放心，云氏那边不用太过担心，她不能生育。只要再过一阵子，我定会休了她，将正妻之位风风光光的给你腾出来。他言语中信誓旦旦，可我的心却在一瞬间沉到了谷底，周身血液都仿佛凝固了。云氏不能生育，是前世的云氏的确一生无子，可那不是因为她不能生，而是因为一场意外。就在不久的秋日围猎上，一匹御赐的宝马不知为何受惊，直直冲向了女眷所在的看台。云氏为了护住年幼的安阳的公主，被那金马撞倒，伤了根本，从此再难有孕。为了此事，圣上大怒，李景玄却因祸得福，得了护驾有功的赏，官途愈发顺遂。这件事明明还没发生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除非他也回来了。这个念头如同一道惊雷，在我脑中轰然炸响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他也带着上一世的记忆回来了。一阵彻骨的寒意从脚底升起，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。我看着他那张充满期盼与势在必得的脸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李公子，我轻轻开口，声音平稳的连自己都有些意外。多谢您的厚爱，只是媚娘蒲柳之姿，出身微贱，实不敢高攀。这桩婚事，还请公子莫要再提。我扶了扶身，态度恭敬，却也带着不容置喙的疏离。李景玄脸上的得意与温柔瞬间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错愕与愠怒。
他大概从未想过，自己抛出如此诱人的条件，竟还会被拒绝。沈媚娘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他的声音冷了下来，带着上位者惯有的压迫感。正妻之位，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民女不敢。我依旧低着头，只是姻缘之事，讲求两情相悦。我与公子并无此缘分。缘分？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嗤笑一声。你一个教坊司出身的官妓女，也配跟我谈缘分？我肯要你，已是你的造化。你当真以为，凭你那间小小的胭脂铺，就能在京城里立足？他的话语如刀，字字诛心。我捏紧了袖中的手指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。那便不劳公子费心了。我抬起头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铺子虽小，尚能糊口；日子再清苦，也心安理得。公子请回吧。好，好得很。李景玄怒极反笑，他盯着我，眼神阴鸷。沈媚娘，你会有后悔的一天。他拂袖而去，带着满身的怒火。我站在原地，许久未动，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在巷口，才缓缓松开紧握的拳头，掌心已是一片血肉模糊的红。后悔吗？上辈子我已经悔过了。李景玄的报复来得比我想象中更快。第二天我到铺子里时，门前已是一片狼藉，新制的胭脂被砸得粉碎，红红绿绿的膏体糊满了地面，与地上的泥土混在一起，肮脏不堪。两个新招的伙计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几个地痞无赖仍在铺子里耀武扬威，见我来了，为首的那个黄牙大汉咧嘴一笑，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。哟，老板娘来了。你这铺子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以后别想在京城开下去了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目光越过这片狼藉，望向街角。我知道李景玄这是在给我下马威，逼我走投无路，回头去求他。可他不知道，他越是如此，越是坚定了我远离他的决心，也恰好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云氏每逢初三都会去城西的积善堂布施，回城时会路过我这条街。今日正好是初三，我算着时辰，看着那几个地痞还在叫嚣，心中已有了计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冲了过去，口中喊着：你们凭什么砸我的铺子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那黄牙大汉没料到我一个弱女子敢冲上来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狞笑着伸手来推我。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在他推搡过来的瞬间，我顺着他的力道，看似狼狈地向后摔倒，身子却不偏不倚地倒向了街心。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，伴随着车夫急促的呵斥：嘘，当心！一辆华丽的楠木马车在我面前堪堪停住，车轮几乎擦着我的裙角。马车帘子被人从里面掀开一角，露出一张清冷秀雅的脸，正是云之薇。她今日穿着一身月白色的素锦长裙，未施粉黛，却难掩其清丽脱俗的气质。她的目光扫过地上的狼藉，又落在我身上，眉头微蹙。怎么回事？她的声音清清淡淡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不等那些地痞开口，我便挣扎着爬起来，对着马车方向盈盈一拜，眼眶泛红，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委屈与惶恐。民女沈媚娘惊扰了夫人车驾，还望夫人恕罪。云之薇的贴身侍女认出了我，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，然后云之薇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，随即转向那几个地痞，眼神冷了下去。你们是何人？光天化日之下强砸商铺，欺凌弱女，眼中还有王法吗？他一开口，随行的护卫便立刻上前，将那几个地痞团团围住。地痞们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，可见到这阵仗，尤其是马车上那里是府徽的标志，顿时吓得腿都软了。是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夫人。云之薇没有再理会他们，只对护卫吩咐道：送去京兆府，就说是我李府的人，让他们严加审问，务必查出幕后主使。护卫领命，立刻将人押走。一场闹剧被他三言两语便化解了。他重新将目光投向我，声音缓和了些：你还好吗？可有受伤？民女无碍，
多谢夫人解围。我再次拜谢，手却抚上了自己被蹭破的手肘，那里正渗着血丝。云之薇看到了我的伤，沉默片刻，对侍女道：扶沈姑娘上车，先送去医馆，让大夫瞧瞧。我心中一动，面上却露出惶恐之色。这如何使的？民女身份低微，怎敢弄脏了夫人的车驾？无妨。她放下帘子，声音从车里传来：上来吧。我被侍女扶着，踏上了那辆马车。车内燃着清雅的檀香，与云之薇身上的气息如出一辙。我局促地缩在角落，不敢弄脏了那金丝软垫。云氏递给我一方干净的帕子，声音温和：擦擦吧。多谢夫人。我接过帕子，低头擦拭脸上的灰尘，心中却在飞速盘算着措辞。在马车即将行至街口的医馆时，我挪动身子，朝着云氏的方向郑重地俯身跪拜下去，额头触及冰凉的车板。夫人今日的慈悲恩情，媚娘无以为报。我低着头，声音清晰而沉稳，确保每一个字都能准确地落入她的耳中。只求菩萨庇佑夫人，福泽身后，万事顺遂。说到这里，我微微一顿，抬起头，用只有我们两人才能听清的音量，一字一句地继续说道：尤其是下月马场的秋猎，还请夫人千万要当心。有些看似温驯的马匹，最易是体伤人。夫人今之欲夜，当远之避之，方能平安康泰。车厢内清雅的檀香瞬间仿佛凝滞了。我话音落下，车厢内瞬间陷入一种奇异的寂静，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，长到我以为他会立刻喝令车夫停车，将我这个妖言惑众的女人丢下去。终于，头顶传来一声轻微的瓷器碰撞声，是他放下了茶盏。沈媚娘，他开口，声音依旧清冷平缓。云之薇看着我，那双清澈如古井的眼眸里，没有我预想中的惊怒，也没有半分波澜，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平静。他早就知道我是谁。方才在街上，他贴身侍女的耳语，想必早已将我的底细说得一清二楚。你是李景玄的人。他陈述着一个事实，语气不起波澜。他为你赎身，为你置办铺面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按理说，我才是你的敌人。我若是在猎场出了事，对你而言，该是天大的好事。你为何要提醒我？他的问题一针见血，没有丝毫拐弯抹角。那平静的目光像一把无形的利刃，要将我所有的伪装和算计都剖开。我攥紧了藏在袖中的手，指甲再次陷入掌心的伤处，尖锐的刺痛让我保持着清醒。我不能慌，更不能露出破绽。我迎着他的视线，没有回避。夫人说的是，若论身份，我们的确是敌人。我的坦然似乎让他有些意外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等着我的下文。可我不想做他的妾。我一字一顿，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。我不想一辈子屈居人下，看人脸色，仰人鼻息，更不想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，用自己的一生去成全他人的青云之路。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细密的针，一寸一寸地扎在我身上，试图将我所有的心思都剥离开来，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审视。李景玄对我的痴迷，于他而言是人尽皆知的羞辱。我冒着风险来向正妻传递一个没头没尾的警告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合常理到极点的事情。许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会直接命人将我扔下马车时，头顶才传来他的一声轻叹：你的脚伤得很重。他说，语气似乎又恢复了一丝温和，但那份锐利的审视并未完全褪去。先起来吧，马车里地方小，仔细再碰着。听着他温和的嗓音，我心中最柔软也最酸涩的一处被轻轻地撞了一下。想起前世有次李景玄宴请宾客，酒过三巡，一个姓钱的同僚借着酒劲，言语开始变得轻浮。李景玄不仅不制止，反而乐呵呵地看着，似乎觉得很有颜面。那钱大人见状，胆子愈发大了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满口污言秽语的要拉我入怀。我惊惧之下，失手打翻了酒盏，冰凉的酒液泼了他一身。他当即恼羞成怒，一巴掌甩在我脸上。整个宴客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有看好戏的，有幸灾乐祸的，也有几分不忍的。
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望向主位上的李景玄，寻求他的庇护。他却只是皱了皱眉，脸上带着一丝不耐与嫌恶。钱大人喝多了，你一个妾室，服个软便是了。如此小题大做，扫了大家的兴致，成何体统？小题大做，我的心在那一刻比泼在身上的酒液还要冰冷。就在我屈辱的想要一头撞死时，一件带着清幽兰香的披风轻轻落在了我的肩上，将我狼狈的身形完全遮住。是云之薇，他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站在我身前，将我护在身后。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，只是冷冷地望着那名前姓官员以及主位上的李景玄。钱大人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厅堂。酒后失仪乃是常事，但这里是李府，不是烟花沈巷。我李家的人，便是做妾，也轮不到外人来轻薄作践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转向李景玄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失望与冷厉。夫君，你今日宴请的是朝中同僚，不是市井之徒。若连自己家眷都护不住，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李府没有规矩？李景玄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晚，我被扶回了自己的院子。云之薇什么都没说，只留下了那件披风，便转身离去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，在这座冰冷的府邸里，真正将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的，只有他。无论前世今生，他都是这样好的一个人。想起上辈子他因为马场的意外伤了根本，缠绵病榻，没几年便早早去世。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密不透风的疼。这辈子我一定要让他长命百岁，安康顺遂。我在侍女的搀扶下坐起身，脚踝的刺痛让我额上又渗出一层薄汗。马车行至医馆门前，并未停下，而是转了个弯，继续向前驶去。我心中一紧，掀开车帘一角，医馆的招牌一晃而过。夫人，医馆已经过了。我忍不住开口。云之薇正用盖碗撇着服茶，闻言眼皮也未抬一下。不去了。他语气平淡，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。直接回府。我愣住了，见我满脸不解，他终于放下茶盏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那份锐利已经收敛，只余下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。我听闻你的胭脂铺子、调香制粉的手艺在京中独树一帜，恰好我近来得了一些南边进贡的新奇花料，自己琢磨不出门道，想请你回府帮我瞧瞧，看能调配出什么合用的胭脂水粉。他的话说得合情合理，听不出半点破绽，可我心中清楚，这是他逼诱我的借口。一股热流从心底最深处涌上来，直冲鼻尖，眼眶控制不住的发酸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将那份几乎要夺眶而出的情绪强压下去，垂下头，用细若蚊呐的声音应道：是，夫人。马车一路行进，最终在成国公府那朱漆黑瓦的宏伟门前停下。侍女先下了车，又回身来搀我。小心些。云之薇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，她已下了车，亲自伸手扶住了我的手臂。她的手很凉，隔着衣料传来，却让我纷乱的心绪瞬间安定下来。就在此时，李景玄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：媚娘，你怎么弄成这副狼狈模样？我浑身一僵，抬起头，正对上李景玄那张写满志在必得的脸。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怔，随即目光扫过我崴伤的脚，和我身上沾着尘土的衣衫，最后落在我被云之薇搀扶着的手臂上。他眼底的惊愕迅速被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所取代。他以为我终究是撑不住他的打压，走投无路，甚至不惜搭上云之薇，来求一个回到他身边的机会。受了苦，总算知道谁才是你的依靠了。他缓步走来，嘴角勾起一抹我无比熟悉的施舍般的弧度。他无视了身旁的云之薇，仿佛他只是一个透明的摆设，径直向我伸出手。来，我扶你进去，只要你往后乖乖听话，再没人敢欺负你。我下意识地向后缩去，却因脚伤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那只手靠近。然而他的手停在了半空。云之薇上前一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挡在了我和李景玄之间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，
将李景玄那令人作呕的姿态尽数隔绝在外。他微微仰头看着李景玄，神色平静，连眉梢都未曾动一下。夫君回府了。这句问候平淡的像在说天气，听不出丝毫夫妻间的情分。不等李景玄回答，他便继续说道：这位沈姑娘是我的客人，她的脚受了伤，行动不便，就不必向夫君行礼了。我已经命人去请府医，不劳夫君费心。云之薇的话音不高，却像一盆冰水，兜头浇灭了李景玄眼中所有虚伪的温情与得意的火焰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那只伸向我的手悬在半空，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，显得无比尴尬。他终于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，真正的看向了他的妻子。夫人这是何意？李景玄的声音冷了下来，他试图找回自己的气势。他是我的人，如何处置，似乎还轮不到夫人来安排。云之薇扶着我的手臂，那份清凉的触感仿佛一道屏障，将我与李景玄隔绝开来。他没有看他，甚至没有理会他那句充满暗示的话，只是平静地对我说：小心脚下。李景玄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，被无视的羞恼与被忤逆的怒火在他眼中交织。他上前一步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气：云之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人，何时轮到你来插手？你的人。云之薇终于抬眼看他，目光清澈而冷冽，像初冬结冰的湖面。夫君说笑了，这位沈姑娘今日是我的客人，我请她入府，是想请教些调香制粉的技艺，这是我们女儿家的私事。莫非夫君连后宅这点小事也要亲自过问？李景玄被他堵得哑口无言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眼神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。他想不通，不过几日，我这个在他看来柔弱无骨，只能依附于他的女人，怎么就攀上了云之薇这棵他都轻易动不得的大树？客人。他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，冷笑一声：好，好一个客人。夫人可要好生照看，莫要引狼入室，脏了我们承恩公府的地界。这句恶毒的警告，既是说给云之薇听，更是说给我听。云之薇却仿佛没有听出其中的威胁，她微微颔首，语气依旧平淡无波：夫君放心，我院里的人和事，我自有分寸。说完，他不再看李景玄一眼，扶着我的手臂，对身后的侍女道：还愣着做什么？扶沈姑娘去清辉园歇着，再去请王太医过来。一行人就这么在李景玄铁青的注视下，越过他，向府内走去。我被安置在了清辉园，王太医很快便被请了来，诊脉、正骨、敷药，一整套流程下来，我的额头已是冷汗涔涔。云之薇一直守在旁边，见我疼得嘴唇发白，便让侍女端来一碗安神汤。喝了吧，能安稳些。他声音温和。我接过汤碗，温热的液体滑入喉中，驱散了些许寒意与痛楚。夫人。我放下碗，轻声开口：您不好奇吗？好奇什么？他抬眼，目光平静。好奇我为何要提醒您秋烈之事，又为何甘愿与他为敌。云之薇沉默片刻，拿起一旁的团扇，不急不缓地摇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也有自己的坎要过。你选了你的路，我守好我的桥，如此而已。他的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却透着一股洞悉世事的通透。至于你与他，他顿了顿，视线落在窗外沉沉的夜色里。那是你们的因果，与我无关。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你既在我这院里住下，便是我的客人。府里人多口杂，你安心养伤，少些走动。若有人前来滋扰，不必理会，自有我处置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竟是我2辈子以来过得最安宁舒心的时光。清辉园果然如他所说，清静安宁，无人滋扰。我的脚伤因日日好转，云之薇便常请我到他的主院说话。我们并未过多谈论制香调粉，他似乎对我的过往与见识更感兴趣。我们谈论江南的雨，塞北的雪，聊市井的趣闻，也说书中的典故。他知我曾流落教坊，却从未在我面前流露出半分轻视。他会问我不同乐器的音色区别，会好奇民间流传的各种曲牌杂调。我谈起在胭脂铺里看来往女客的妆容心得，他便饶有兴致地听着，偶尔还会提出1-2句自己的见解。
就在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时，李景玄终究还是找上了门。那日我正在园中修剪花枝，他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身后，直到他那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我才惊觉，这双本该抚琴调香的手，如今倒做起粗活来了。我身子一僵，缓缓转过身。他穿着一身墨色锦袍，负手而立，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眼神却冷得像冰。我没有行礼，只是淡淡地看着他。有事？我的冷淡似乎在他意料之中，他也不恼，反而走近一步，目光在我身上逡巡，像是在打量一件失而复得的物品。我竟不知你还有这般傲骨。他绕着我走了一圈，最后停在我面前，压低了声音，用一种笃定的语气说：你也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剪花的动作停住了，心脏猛地一缩。尽管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但当他真的说出这句话时，我仍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。见我沉默，他脸上的笑意更深了，那是一种全然掌控局面的得意。我就知道，否则你怎么会拒绝我？又怎么会这妖巧合碰上云之薇？沈媚娘，你藏得可真深。我抬起眼，对上他那双志在必得的眸子，心中反而平静下来。事已至此，再伪装已无意义。是又如何？我轻轻开口，声音里听不出情绪。我的坦然让李景玄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他预想过我的惊慌，我的否认，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般平静的承认。如何？他上前一步，几乎要贴上我的脸，声音阴冷下来。你既是回来的人，就该知道忤逆我不会有好下场。你以为攀上了云之薇，他就能护住你一辈子？那也无需你费心。我侧身避开他，拉开了距离。沈媚娘，他怒喝一声，伸手想抓住我的手腕，却被我再次躲开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想报复我？想帮着云之薇对付我？他冷笑一声，语气里充满了不屑与嘲讽。你凭什么？凭他一时的善心，还是凭你那点上不了台面的小聪明？我看着他因愤怒而扭曲的脸，只觉得无比陌生。李景玄，我连名带姓地叫他。上辈子的事我不想再提，这辈子我只想过几天安生日子。你我之间早已恩断义绝，你若还念着半分旧情，就此放手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放手？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我李景玄想要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你以为躲进清辉园就安全了？我告诉你，没用。他收敛了所有外露的怒气，眼神重新变得幽深而冰冷。你不是想靠着云之薇吗？好，我便让你看看，他是不是真的护得住你。他凑近我，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，缓缓说道：你且好好等着，过几日他便自顾不暇了。李景玄那句他便自顾不暇了的威胁，如同一根无形的刺，扎进了我看似平静的日子里。我开始变得有些不安，夜里时常惊醒，白日里也总是心神不宁。可李景玄倒显得悠哉悠哉，甚至还大张旗鼓纳了位妾室进门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和云之薇在主院的花厅里挑选秋猎要穿的衣料。夫人，您看这匹松烟色的如何？配上银狐毛滚边，骑在马上定然英姿飒爽。管事妈妈在一旁笑着建议。云之薇的目光从那墨绿云缎上移开，落在管事妈妈推荐的料子上，点了点头。不错，这颜色沉稳，衬我的功。她拿起那匹料子，对着光看了看，又问我：媚娘，你觉得呢？我握着手边一杯温热的茶，心却怎么也暖不起来。外头风言风语，说那柳氏得宠，几乎要越过她这个主母去，她却还有心思在这里挑选秋猎的衣裳。那场秋猎是她的催命符。我看着她平静的侧脸，那双清澈的眼眸里映着锦缎的光华，没有一丝阴霾。我的心头却像是压着一块巨石，沉甸甸地往下坠。我实在想不通，她明明已经相信了我的示警，为何还要以身犯险？夫人，我放下茶盏，声音有些干涩。这料子是极好的，只是秋猎在即，您真的决定要去？我的话音一落，花厅里的气氛瞬间凝滞了片刻。
连一旁整理布料的侍女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小心翼翼地拿眼角去着云之薇的神色。云之薇并未动怒，她将那匹松烟色的料子递给侍女，挥了挥手：“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把这些也都收了。”是。侍女和管事妈妈们躬身退下，偌大的花厅里只剩下我和她两人。门扇被轻轻合上，隔绝了外面的声息，也隔绝了所有的窥探。她重新坐下，亲自为我续了茶，氤氲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眉眼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实在愚不可及？她先开了口，语气平淡，听不出喜怒。我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说是僭越，说不是又违心。他似乎也不需要我的回答，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。李景玄那柳氏是我意料之中的事，他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，也告诉你，这个家里他说了算。他想宠谁，谁就能上天；他想踩谁，谁就得入地。他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一下又一下，像是在敲打我的心弦。他以为这样就能激怒我，让我方寸大乱，或者让你心生嫉妒。可惜他的算盘打错了。他抬起眼，目光清明地看着我。我不在意，是因为他的宠爱于我而言毫无用处。你不在意，是因为你想要的从来就不是那份浮于表面的恩宠。他将我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终于问出了盘桓在心底最大的疑惑。可秋烈不同，那不是后宅的争风吃醋，是实实在在的危险。您为何还要去？因为我非去不可。云之薇看着我，一字一句，清晰而坚定。为何？他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推开了那扇雕花木窗。午后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了进来，拂动她素雅的裙摆。他望着庭院中那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，许久才缓缓开口。我与他成婚3年，他待我如何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承恩公府需要一个主母，一个能为他打理后宅，在人前撑起颜面的摆设。而我云家也需要与承恩公府联姻，以固朝中地位。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交易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这些事上辈子的我或许看不透，但如今的我却再明白不过。媚娘。她转过身，重新看向我，目光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软而坚韧的光。我之前跟你说，我守好我的桥，可现在这座桥上不止我一个人了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不解地望着他。他看着我惊疑不定的神情，嘴角竟微微向上牵起，露出一个极淡却又真实无比的笑容。那笑容冲淡了他眉宇间的清冷，添上了一抹动人心魄的温柔。他抬起手，轻轻地郑重地抚上了自己的小腹。我怀孕了。这5个字像一道惊雷，在我耳边轰然炸响。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，看着他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他对我微微一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为人母的羞涩，也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。已经2个月了，脉象还不太稳，便没有声张。我瞬间明白了。我明白了他为何对李景玄纳妾之事无动于衷，也明白了他为何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他不是不在意，也不是不怕，他是在为他的孩子铺路。这个孩子不能生在一个不清不楚的局面里。他垂下眼帘，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剪影。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以身入局，揪出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。夫人。我的声音有些发颤，千言万语堵在喉间，最终只化为一句：万事小心。秋烈的日子很快到了。皇家围场设在京郊西山，旌旗蔽日，人马喧嚣。我有幸随行，坐在女眷看台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。李景玄今日骑着一匹通体乌黑的高头大马，身着劲装，显得格外英挺。他没有先到云之薇这边来，而是径直走向了另一侧。那里站着一个身形婀娜的女子，正是他心纳的柳氏。柳氏今日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身桃红旗装，在人群中十分惹眼。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李景玄，亲手为他理了理衣襟，又从袖中取出一枚精致的平安符，踮起脚尖，
小心翼翼地给他配在腰间，那姿态亲昵又娇媚，引得周围不少人侧目。李景玄坦然受之，甚至还低头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，惹得柳氏面若桃花，娇羞地垂下了头。低眉浅笑间，他的面容居然同我有5、6分相似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从看台下方的马厩方向传来，我心中一紧，立刻看了过去。只见一名马夫正费力地拉着一匹棕红色的骏马，那马不知为何显得异常烦躁，不停地刨着蹄子，打着响鼻，任凭马夫如何安抚都无济于事。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，目光在看台上飞快地扫过。安阳公主，那个前世被云之薇护住的小女孩，今日也来了，正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侧，兴致勃勃地看着场中。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前世的轨迹发展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李景玄不知何时已经脱离了圣驾周围的人群，他脸上带着惯有的温和笑意，正与身边的同僚说着什么。可他的眼神却在不经意间一次又一次地掠过那匹焦躁的棕红马，以及安阳公主所在的方向。那眼神里没有担忧，没有警惕，只有一种冰冷的一切尽在掌握的期待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一道惊雷在我脑中轰然炸响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前世我以为那是一场意外，云之薇的受伤，李景玄的得赏，都是时也命也。我错了，那根本不是意外，那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。是他一手策划了金马事件。他的目标从来不是云之薇，而是那位年幼的公主。只要在众人面前上演一出舍身救主的好戏，他便能获得天大的功劳与圣上的青睐。至于会不会有人在这场混乱中受伤，甚至死去，根本不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。云之薇的受伤，于他而言，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带品，甚至是一个他乐见其成的结果。彻骨的寒意从我的脊椎一路攀升至头顶。我看着远处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他怎能恶毒至此？就在我心神俱震之时，场中异变陡生。那名马夫似乎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一个趔趄，手中的缰绳脱手而出。那匹棕红色的烈马像一支离弦的箭，发出一声长嘶，挣脱了束缚，发疯似的朝着女眷看台直冲而来。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尖叫，贵女们花容失色，乱作一团。保护公主！护卫们大喊着，试图上前阻拦，却被那横冲直撞的金马逼得连连后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景玄动了。他双腿一夹马腹，如一道黑色的闪电，朝着金马与公主之间的方向迎了上去，口中高喊：“殿下当心！”他算准了时机，算准了人心，算准了这飞来横祸会如何为他的青云之路添砖加瓦。他唯一没有算到的是，那匹本该被他英勇制服的金马，会在他策马迎上的前一刻，发出一声短促悲鸣，四蹄一软，竟直挺挺地朝着地面栽了下去。巨大的马身轰然倒地，激起一片尘土。整个围场在那一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李景玄的坐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人立而起，发出一声凄厉高亢的长嘶。这声音与方才那匹金马的焦躁不同，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与疯狂。变故只在电光石火之间，李景玄脸上的从容与志在必得尚未来得及褪去，便被惊恐所取代。他拼命地想要稳住身下的坐骑，可那匹平日里温顺无比的宝马，此刻却像是中了邪，疯狂地甩动着头颅，用后蹄猛地蹬踹，不受控制地在原地打着转。景玄！圣上身边，承恩宫老夫人惊呼出声，面无人色。柳氏那张娇媚的脸早已煞白一片。我看见云之薇下意识地向前一步，扶住了看台的栏杆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她看向我，眼中是询问，也是震惊。我冲她摇了摇头。场中，李景玄的身体在疯狂的马背上剧烈颠簸，像一片风中残叶。他终究没能稳住，在一声闷哼中被重重地甩了出去，身体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狼狈的弧线，随即像个破败的布偶，狠狠砸落在坚硬的土地上。一切喧嚣戛然而止。圣上龙颜大怒，当即下令禁军封锁围场，彻查此事。一时间，
人心惶惶。调查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又似乎在情理之中。那匹冲撞看台的棕红马，被人为了过量的斗料，导致其腹胀难忍，性情狂躁。而负责看管马匹的那个马夫，很快便招认是承恩公府的二公子李景玄给了他一锭金子，让他不小心松开缰绳。至于李景玄自己的马为何会发疯，太医院和御马监的兽医翻来覆去检查了数遍，也查不出任何缘由。马匹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马具也完好无损。两件事联系在一起，一个荒唐却又最符合逻辑的猜测浮现在所有人心中。李景玄意图上演一出舍身救驾的戏码，以博取胜心。谁知机关算尽，却因自己骑术不精，在混乱中失手坠马，自食恶果。一场精心策划的功劳，变成了一桩欺君罔上的丑闻。圣上听闻结果后，沉默了许久，最终只吐出4个字：自作自受。雷霆之怒随之而来。承恩公府教子无方，罚俸1年。李景玄心术不正，行事卑劣，革去其身上所有功名与承恩公世子的爵位，贬为庶人，禁足府中，终身不得入仕。偌大的承恩公府，顷刻间风雨飘摇。而云之威则在这场风暴中全身而退。他以李景玄品行不端，身犯重罪为由，向宗正寺请奏和离。圣上怜其无辜，不仅准了和离，还下旨将承恩公府1半的家产判给了他作为补偿。他带着腹中的孩子，干干净净地离开了那座曾经囚禁他的牢笼。尘埃落定那日，我去看了李景玄，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承恩公世子，只是一个被囚禁在破败院落里的废人。我进去时，他正躺在床上，双眼空洞地望着房梁，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和腐朽的气息。听到脚步声，他费力地转过头。当看清是我时，他那双死灰般的眼睛里竟泛起了一丝微弱的光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走到床边，平静地看着他。他挣扎着想伸出手，却只换来半边身子无力的抽搐。他如今半身不遂，连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了。我错了。2行浑浊的泪从他眼角滑落。我不该算计那些，我只想给你一个正妻之位，让你风风光光。我错了。他语无伦次地忏悔着，言语间满是悔恨与不甘。是我自作自受，是我活该，可我真的只是想让我风光。我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打断了他的话。就像你心纳的柳氏那般风光。他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会提起柳氏。他只是一个玩意儿，对吗？我替他说完了后半句。就像上辈子的我一样，一个用来向云之威示威，用来彰显你主君威严的玩意儿。他的脸色变得愈发苍白，嘴唇翕动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看着他这副惨状，心中没有半分怜悯，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。我从袖中取出一枚香囊，放在他枕边。香囊的样式很普通，但里面的香气他一定很熟悉。你难道就不好奇？我缓缓坐下，声音压得极低，确保只有我们2人能听见。为何那日你的马会发疯吗？他的瞳孔猛地一缩，死死地盯着我。那匹御赐的宝马性情温驯，百里挑一，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受惊至此，除非他闻到了什么让他无法忍受的东西。我看着他眼中逐渐漫上的惊恐与难以置信，继续说道：比如一种名为惊风散的香料，这种香料混在寻常的安神香里，人闻了只会觉得心旷神怡，可马闻了却会立时发狂，六亲不认。李景玄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，像一头濒死的困兽。你，那枚平安符。我拿起他枕边的香囊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柳氏给你戴上的那枚平安符，上面的香就是我亲手调制的。他那双曾经意气风发的眼睛，此刻只剩下全然的恐惧。他想后退，想躲开，可瘫痪的身体让他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那股熟悉的香气将他所有的侥幸与不甘彻底击溃。柳氏是你的人？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彻骨的含义。是，我答得干脆利落。自那日在花园你我摊牌之后，
我便托人寻了她。她是个聪明的姑娘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将香囊轻轻放回她的枕边，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袖。其实一开始，我根本不知道上辈子策划那场金马案，害得云之薇伤了身子的幕后主使是谁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毁了我一辈子，如今又被我亲手推入深渊的男人。我只是想，既然重来一世，总不能让你过得太舒心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一眼，转身朝着门口走去。身后传来他绝望而凄厉的嘶吼。我没有回头，一步一步走出了这间阴暗的屋子，走进了外面明亮而寒冷的冬日阳光里。我抬头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数月后，云之薇顺利产下一子，母子平安。她没有再嫁，守着孩子和偌大的家业，活成了京中所有女子都羡慕的模样。我的胭脂铺也越开越大，成了京城里独一份的招牌。我们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至于李景玄，听说他自那日后便彻底疯了，终日被囚在一方小小的院落里，时而哭时而笑，嘴里永远念叨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